phố phường. Lòng vui sướng với đèn trong tay, em múa ca trong ánh trăng vàng. Đèn ông sao với đèn cá chép, đèn thiên nga với đèn bướm bướm. Em rước đèn này đến cung trăng, đèn xanh lơ với đèn tím tím, đèn xanh lam với đèn trắng trắng, cho ánh đèn rực rỡ muôn màu. Tiết trên cao dáng tròn xinh xinh, soi xuống trần ánh sáng dịu dàng. Dầm thang tắm bóng hằng trong sáng, em múa ca vui đón chị Hằng. Tùng dinh dinh các tùng dinh dinh, tùng dinh dinh các tùng dinh dinh. Em rước đèn này đến cung trăng, tùng dinh dinh các tùng dinh dinh, tùng dinh dinh các tùng dinh dinh. Em rước đèn mừng đón chị Hằng. Tết Trung thu bánh quà đời mâm, em bé nhà ở đứng quay quần。Hello， 大家好，我是麻汤。再过2天就是中秋节了。从小我们听到中秋节经常会伴随着嫦娥奔月、吴刚伐木等神话故事，亦或是中秋夜杀鞑子的历史典故。但其实呢，中秋节并不专属于中国，相反的，中秋节在越南人心目中也同样是一重大的节日之一。那根据越南历史记载，这是李王选择祭祀龙神的日子，因为在民间信仰中，多亏了龙神，才使人们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生活充实而富足。即使距今已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但中秋节的文化仍然被越南人保存至今。每年农历8月15日是我国传统的中秋佳节，这时是一年秋季的中期，所以被称为中秋。早在唐朝的时候，中秋就正式成为节日。中秋节这一天的月亮看起来格外的晶亮圆润，被人们看成是阖家团圆的象征，因此又被人们叫做团圆节。中秋佳节在民间有家家吃月饼的习俗，中秋吃月饼和端午节吃粽子、元宵节吃元宵一样，是民间的传统习俗。而在越南呢，中秋节还被称为儿童节，虽然也吃月饼也赏月，也知道这个月中此时的月亮最大最圆。那越南中秋节应该起源于中国中秋节的另外一派，即每年农历8月15日这一天正好是稻子成熟收割的时候，这时候呢，各家各户都要拜祭土地神，以表示对他们带来丰收的感谢。中秋节呢，可能就是这种秋报祭祀活动的遗俗。在丰收之前呢，各家各户的大人们通常都忙于耕种，没有太多的时间陪孩子们玩耍。于是呢，就利用中秋节庆祝丰收的这一天，给孩子们一些补偿。这也是现代的越南中秋节的中心内容所在。那越南人的中秋节以孩子鲤鱼为贵，所以说越南的中秋节有被称为儿童节。那到了晚上，家长们就会送给孩子们一些喜爱的玩具以及各种零食。可以这么说，中秋节是越南儿童最快乐的日子，相当于中国的儿童节。而在越南呢，有一个神话故事叫阿贵传说。那阿贵呢，相当于越南版的嫦娥。相传阿贵得到仙术后，为遵仙训，用污水浇树，结果呢，仙树腾空飞上了月宫。阿贵因手拉树根，也被带往受责。晚上呢，彩灯齐放，传说是条鲤鱼成精后害人。那包公呢，为了救民，用纸扎了鲤鱼灯以镇之。于是孩子们都在中秋的晚上听阿贵的传说，还会提鲤鱼灯出游玩耍，预示长大一跃龙门的意思。而越南的中秋节当然也有与中国中秋节相同的地方，那就是赏月。到了8月15日的晚上，当地的居民们就会跟家人围坐在院子里，或者是阳台上，摆上了水果与月饼，还有其他的小点心，一边赏月一边品尝着美味。那越南的中秋节呢，还有一个独特的习俗，那就是花灯节啦。还会举行花灯设计的比赛，设计独到的花灯呢，还会获得奖励。有的地方呢，还会举办舞龙舞狮的活动，一般是在8月14和8月15这2天进行。根据托盘上所展示的物品以及各个地区的风俗习惯，中秋托盘具有其独特的意义。然而，主要目的皆为借由祭拜先祖，彰显慎终追远的美德。而中秋节托盘通常有以下组合：第一，香，通常是淡香、蜡烛、大米、盐以及香炉；第二，
咸菜或者是素食菜肴，例如水煮鸡、糯米、粥、茶等等。那第三，糕饼盘。而谈到了糕饼盘呢，自然就要聊到月饼啦。而越南的月饼跟咱们可不同，传统越南月饼分成2种，一种是类似中国的烤月饼，一种是白色糯米打成的软月饼。各地的馅料呢也有区别。越南传统月饼的馅料为杂馅，包括瓜子仁、芝麻仁、肥肉、香肠、莲子、柠檬叶丝等等。软月饼呢，则以馅料分类，分为咸、甜综合。那咸馅的话，通常包括中式香肠、烤猪、鸡肉、火腿等等。那甜馅的材料呢，则是绿豆、红豆、莲子、抹茶、芋头等等。综合馅料呢，则结合了以上2种口味，使用了香肠、肥肉、坚果、椰子、糖莲子、咸蛋等材料。而现代的月饼呢，则采用大胆且新颖的材料，举凡巧克力、提拉米苏、凤梨、龙眼、香草、草莓等等，甚至是珍珠奶茶口味。为了满足各式各样的味蕾，在口味创新上，月饼也可以说是不遑多让啊。而在高档月饼中呢，甚至还有以鲍鱼、鱼翅、燕窝作为佐料，足见其工艺之炉火纯青。除了保有传统文化，更能够与时俱进。第四，五果盘。五果盘呢，通常结合当季的水果组合而成，通常包含1束黄香蕉、1个柿子、1个苹果、1个柚子以及1个番石榴。通常呢，代表了福气、希望、成长、好事以及好运，以期许未来能够顺顺利利的。那此外呢，还可使用许多其他的水果来增加托盘的吸引力以及美感。那第5呢，则是鲜花，包括繁花似锦的花卉，尤其是秋季的典型花卉，像是黄菊花、秋海棠、桑葚锦等等。那第6就是茶啦，借由莲花茶、茉莉花茶等不同种类的茶来搭配着糕点，让家人们能够在月光下聊天。第7，中秋灯笼。有别于国内，在越南中秋节都是要提灯笼的。一般来说呢，会有以下几种灯笼，并表现出各种特殊意义。例如，鲤鱼灯代表着毅力、克服困难以及希望；走马灯呢，表现做人之道、驾驭人性的6个特征：爱、恨、怒、喜、悲、怒；以及星星灯呢，代表新的开始、人生的抱负和目标。那么本期的影片就到这边啦，希望这期影片能让更多人了解越南中秋节的文化。麦味汤也在这边祝福各位中秋节愉快，那中秋vui vẻ。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我是麦味汤，我们下次见，拜拜。